第2集的真实感受，在你快要饿死的时候，外卖到了，结果发现塑料袋系了个死结，隐约约还让你看见了包装下的安纳金呐。我是瓜皮儿，欧比旺前情提要：绝地武士团覆灭后，欧比旺隐姓埋名，把卢克和莱亚分别送去了不同的地方。一晃10年，人品王的人品仍然在保质期，每天打工白嫖的生肉从未被人发现，还幸运地躲过了裁判官的追杀。可平平淡淡的生活被冲散了。位于奥德朗星的莱娅公主遭到绑架，对方不要钱也不谈判，具体目的没人知道。于是贝尔亲自跑到了图塔因求助欧比旺。为了守护住爱徒最后的传承，10年老兵背起行囊，欧比旺抵达了戴雨星，路上找了个行人问事，结果碰了壁啊。在这颗星球上，生命之间没有信任，戴雨是个完全没有秩序的地方，自己像无头苍蝇乱逛，心中渴望着师傅的指引。路边的老兵向欧比旺乞讨，却是当年有过一战的詹哥克隆体。说起来，他们之间还是战友。当年欧比旺为了追杀企图行刺帕德梅的赏金猎人，一路追到了卡米诺星球，发现了克隆人工厂。这些克隆人都是以詹哥为母体，资助詹哥搞克隆人的就是西斯。只是在后来的战斗中，詹哥被马德法克武士一剑斩首，让视詹哥为父亲的克隆体波巴费特记下了这笔账。他的具体故事就得从曼达洛人和波巴费特之书这2个番外篇去了解了。因为克隆体的特殊性，过程会快速成长，培养上战场的速度够快，但变老的速度也很快，为保护共和国立下过汗马功劳。片中出现的克隆人只是一个小惊喜，他身穿蓝色盔甲，便可判断出501军的身份。这是当年直接听命于安纳金的精锐克隆人部队，直至后来成了帕尔帕廷的工具人。因为66号指令强行叛变，血洗了绝地圣殿以及共和国首都克洛桑。欧比旺见到这个克隆人因为老化太快，最后奋战一生被帝国抛弃。帝国的暴风兵在带雨上都得横着走啊！欧比旺想在这儿找到莱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偶遇了一个卖毒品的小姑娘，通常这种工作者知道的消息比较多。欧比旺出钱买信息，想知道自己女儿的下落。女孩直接毒奶，说带鱼走丢的孩子就不可能被找到，她曾经也是别人的女儿，如今成了这副模样。女孩感同身受，免费给了欧比旺1小瓶，希望他能用这个忘记悲伤。分开后，马上有个小男孩接话，说自己认识一个绝地武士，或许对方能够帮助你。这个绝地武士神秘感十足，求他帮忙的人还不少呢。毫不忌讳地展示原力，增添了几分可信度。刚刚有一对母子托他帮忙离开这里，见大师原力强得可怕，女人也是毫不犹豫地付了钱，还得到了大师的认可，说他的孩子天赋异禀。欧比旺在角落里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就是一诈骗团伙呀！所谓的原力完全是磁铁的功劳，但他没有上来就揭穿那人。此人叫哈贾，面对欧比旺时脸不红心不跳，还在那自诩绝地武士，乐于助人，是躲藏在黑暗中的光明使者。欧比旺一问价，眼珠子瞪得贼大呀。500 to locate the girl, another 300 to take you to her. Goodness, that light is unforgiving. 算了，直接摊牌了，被当场打假。为求保命，这家伙只能被欧比旺白嫖。根据哈贾的线索，欧比旺盯上了一家制毒厂，门口刚好出来个大眼萌妹，直接打晕换装潜入其中。为了能接近仓库找人，欧比旺制造了混乱，并顺走了愣头青的门禁卡。没走出多远，2个把门的就逮住了他。欧比旺当场动粗，10年没出手的他，干趴这2个人还是花了一些时间的。在人品王的逼迫下，马仔说出了女孩的位置，揭开兜帽后是陷阱实锤了。几个大汉马上给欧比旺按在了墙角。这伙人正是在奥德朗星绑架莱娅的悍匪。小头目直言不讳地说，这是安排好的陷阱，绑架莱娅公主就是为了引出你这个老绝地啊！这来龙去脉，欧比旺瞬间就明白了。他抓准机会，把街上女孩赠予的毒品打碎，自己则是戴上防毒面具反锁了大门。几人直接就沉沦了。另一边，三姐接到消息，正赶去缉拿欧比旺，拽是真的拽呀，掏出光剑就猛甩。而欧比旺终于是找对了地方。对于这个陌生的老逼灯，莱娅压根儿不信他是好人呢。父亲为何不派军队来，而是派了个老弱病残？但眼下不是跟欧比旺走，就是继续待在小黑屋。爷孙俩乔装打扮混入人群，寻找离开带雨的办法。莱娅冰雪聪明，通过光剑猜出了欧比旺的身份。难以想象，眼前这个老弱病残竟是绝地武士。而三姐赶到小黑屋后，气得脸都黑了。
出门迎面撞上了大判官，免不了一顿臭骂。绑架帝国议员的女儿，这可是大事儿。三姐不慌不忙解释了莱娅公主和欧比旺之间的关系，只要能抓住尊主渴望得到的男人，犯点错又何妨啊？这其中的好处，大判官又怎么不知道啊？他直接官威压人，功劳那也得自己拿下。三姐一个区区低等人，要什么权力富贵啊？一个贫民窟出身的臭虫，还想得到尊主的青睐？欧比旺这个大赏我拿下了，你啊就哪儿来的滚哪儿去吧。三姐自己钓的鱼又怎么可能放生啊？直接发布悬赏，让戴雨兴所有赏金猎人出手。他清楚这些货色不可能抓得到欧比旺，所以真正的目的实际上是靠人海逼欧比旺现形。到处都是自己的人头像，欧比旺变得更加谨慎了。他带着莱娅再次换装，还慈善的给女孩买了一副手套。欧比旺先对好了口风，问都说咱是妇女啊。然而莱娅觉得他更像爷爷，自信点啊，把这感觉去掉啊。一个从小在城堡长大的公主，根本没见过戴雨兴这种地方，难掩好奇之心。但欧比旺只能扼杀女孩的这种冲动，咱这是逃命呢。莱娅伶牙俐齿，怀疑欧比旺不是真正的绝地武士，不然为什么不使用光剑呢？为什么不用原力呢？在这个时代，绝地武士濒临灭绝了，女孩想感受一下原力起飞术，不让我飞起来，你就是假绝地。欧比旺不吃激将法，使用原力那不等于暴露自己啊！他将自己的化名本告诉了女孩，隐姓埋名这方面做足了准备。然而，恰是这种神秘的作风，让莱娅起了疑心。既然是自己人，为何还要隐藏那么多秘密啊？小巷里，欧比旺遭遇了赏金猎人，人品王一记升龙霸解决战斗啊！两人就准备在巷子里躲一阵子。莱娅看见了悬赏的人头，不正是眼前的老头吗？他一下就明白了自己被绑架的原因，开始对欧比旺起了疑心，任何解释也不再相信。女孩撒腿就跑，想要摆脱掉这个可疑的男人。悬赏的事传到了哈贾耳朵里，作为一介大骗子，这种赏金他岂能不拿呀？而大判官封锁了全城，调遣了一支驻防军支援。也在此时，他得知了悬赏的事，对三姐的不满又增添了几分。三姐这会儿位于高处观察着城市的动静，戴个头套那就是蝙蝠侠了呀。欧比旺为了追回莱娅，明目张胆穿梭在大街小巷，鱼龙混杂的戴雨兴免不了被赏金猎人发现。现在是明处有着暴风兵和裁判官，暗处有着赏金猎人，局势对欧比旺相当不利啊！他一路追上了房顶，也不敢逼得莱娅太近，那样只会让自己的嫌疑加重。期间，欧比旺与埋伏自己的赏金猎人展开了枪战，苗边枪法之下，压根儿就没有任何伤亡啊！而这波动静，三姐捕捉到了，直接开启了装逼模式，没有一个动作是不多余的。莱娅跑到了绝路，这个距离他根本跳不过去。欧比旺看了心急，生怕女孩因为害怕做出傻事，但自己还没有摆脱赏金猎人，处于两难境地。这时哈贾也来到了附近，正目睹着这起枪战。终于在欧比旺的人品枪法下，一名赏金猎人被干掉了，他有了空隙来管莱娅。女孩惊吓之间选择了跳跃，不出意外摔了下去，挂在线上，危在旦夕。直到大难临头，才想起眼前这个可疑的老头。欧比旺心急万分，但找不出任何解决办法。眼看着莱娅砸向地面，他紧闭双眼，释放了10来年未曾动用过的原力，让莱娅飞在空中捡回条命。这么一闹腾，莱娅总算相信欧比旺是个好人了。但两人逃走的梦想破灭了，裁判官封了所有的出入口，到处都有驻防军把守，身后有赏金猎人偷袭，但出手解决的却是哈贾。他看到了刚刚那一幕，知晓了欧比旺是绝地武士，具体理由哈贾没有解释，他只告诉欧比旺自己会帮他们离开。现在逃出戴雨兴唯一的办法就是货运船。说完，将8号船的钥匙给了欧比旺，让他带着女孩前往马普佐星球，届时会有人接应。欧比旺全程是一脸问号啊，一个大骗子为什么要帮助自己呢？哈贾却说自己在弥补过错，不管欧比旺相不相信自己，眼下也只有货运船一条路可走。离别前给了欧比旺一个信物。三姐追到了此地，哈贾直接装成绝地武士，说话的声音也沉稳沧桑了，完全就是一个隐藏大佬的架势。结果被三姐一记原力锁喉打败了，装的逼全部都破功了。三姐原力读取了他的记忆，直奔货运船追去。大判官抓住了绑架莱娅的吴克，用光纤直升机逼迫对方说出情报，完事直接卷死。坦白地说，欧比旺是心虚啊，他不知道哈贾是不是好人，也不知道货运船上有没有陷阱。莱娅却觉得他应该接受帮助，多疑的性格可是不好的。欧比旺心想，那你刚才跑得飞快呀！莱娅喋喋不休的小嘴让欧比旺愣在了原地。那一刻，他仿佛看到了帕德梅，母女俩都是无所畏惧且固执的人。那不仅是逝去的故人，更是逝去的回忆。不多时，三姐追了过来，一把血红光剑点亮了四周。欧比旺直接找机会让女孩逃进飞船，自己摘下了腰间的光剑，随时准备让战友回归。三姐虽然做事冲动鲁莽，但身为反派的被动是一点不差呀。
当场就说出了个惊天大秘密，他还活着，他就是现在的尊主达斯维达。虽然全程没有点名，但欧比旺如芒刺背，眼神中迷茫、困惑、激动、难过等复杂情绪流过，直到三姐捅破了窗户纸，安纳金天行者还活着。就在他即将抓住欧比旺时，大判官杀到了，上场就是官带一家死人呢。靠边爬去，且看我如何抓捕欧比旺，好好学，好好看。说完，被三姐一剑刺穿。大判官这一击神助攻，给了欧比旺逃走的时间，只能在无能狂吼下目睹欧比旺离开。货船上，欧比旺迟迟没有回过神来，内心犹如翻江倒海，最后只吐出了一个名字：安纳金。Anakin。随即，福尔马林中的爵爷睁开了眼，师徒间的爱恨情仇再续前缘。咱不得不说呀，被泡发了的达斯维达是一点看不出海登的影子。岁月不饶人，当年的帅小伙现在维度扩大，但眼神还是那么狠辣。第二集正如开头所说，就好像是外卖寄了个死结，让你又期待又着急的同时，但就是无法解饱啊！大判官经典，好好学学，怕不是要名垂青史。老王究竟能否重振雄风，老当益壮呢？就看后边怎么安排了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